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挺，给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。最近疫情闹得沸沸扬扬，我想大家也很少去餐厅里面吃饭，那就刚好借这个时间来锻炼一下自己的厨艺。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吃的猪排饭，我们马上开始。一般油炸的猪排都会有一个超级难题，稍微不注意就会过火，导致肉质又干又硬。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。首先准备材料，2块超市买的切片猪排，也就是猪里脊的部位。用厨房纸把表面的水分擦干。我们可以看到肉里面有一些筋，这些不需要切掉，用刀尖把它们断开就可以。这个筋加热后会变成透明的，还蛮好吃的。然后用刀背把猪排捶一捶，这样做是为了破坏猪肉的纤维，同时能够让猪排的面积增大，看上去更有食欲。这里要注意，就是别用力过猛，一不小心直接把猪排干成2段。下一步就是你们喜闻乐见的环节，伤口撒盐。两边都均匀的撒上盐和黑胡椒，用手涂抹均匀，腌制半个小时。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油炸3兄弟，面包糠、蛋液还有面粉。先用滤勺将面粉筛层在底部，把肉放上去，再均匀的撒上面粉。记住，肉的4面都要沾到。把多余的面粉抖一抖，放过来，均匀的裹上蛋液。再放到面包糠这边，刨个坑把它埋起来，再压一压，让面包糠整个包裹住就 OK 了。这里再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想猪排更大更脆，可以再重复沾1到2次的面粉还有蛋液，这样能够增加面衣的厚度，制造更多酥脆的外皮，视觉上也会更加丰满。这里就不要用手了，用叉子代替，可以避免把面衣破坏。剩下的蛋液我们保留起来，等一下还会用到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来炸猪排。今天和往常不一样，我们用冷锅冷油，在锅里倒一部分油，不需要很多，先把猪排放进去，再继续加油，腌过猪排就可以了。然后开小火慢慢加热，这时候要准备一个温度计，用来观察油温的变化。这一套就是我最近发现的低温油炸法。首先大家要理解一个概念，食物为什么会熟？熟就是指肉里面的蛋白质受热后会抛弃水分子重新集结，而水分子失去了蛋白质的吸附就会蒸发。这就像父母带着小朋友出去玩，如果只顾着自己玩耍，小孩就会被拐跑。温度越高，蛋白质重组加剧，水分流失也会加剧，最终导致了肉的口感又干又硬。低温烹饪就是通过控制温度，让食物处于刚刚熟的状态。这也不是什么新技术，法餐的传统名菜油封鸭腿也是运用了这个道理。当油温达到70度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它翻个面，等油温达到90度的时候，就可以把猪排取出来。整个烹饪过程控制好油温，不要超过100摄氏度。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油温烧到200度，把猪排放进去复炸10秒。这个步骤是为了让面衣更加酥脆。好了，这时候我们的猪排已经做好了，颜色非常漂亮。哎呀，我又饿了，赶紧切开来看一下。你们看一下这个外表，非常的酥脆，听一下好不好听？好听就是。有没有发现这一期的录音效果比之前的好？不信你们再听一次。好了，再来看一看横切面，你们看，轻轻的按下去，肉质很 Q 弹，
而且保留了很多汁水，看到没有？今天这个方法其实比较适合厨房的新手，或者对油炸技术掌握不好的小伙伴，能够极大的降低翻车率，提高幸福感。蘸一点猪排酱就可以直接吃。但今天我还要给大家带来一道非常美味的猪排饭。提前一天准备一块昆布，也就是干的海带，用厨房纸或者布擦一擦表面的灰尘，然后呢加水泡隔夜。把泡好的昆布和水一起加热，煮到刚好沸腾的时候，就把它拿出来，放入一把木鱼花，然后关火。等木鱼花全部沉到底部，就可以过滤出来一碗柴鱼昆布高汤。下一步，我们来调制酱汁，2大勺高汤，1勺味淋，4勺酱油，比例大概是16:1:4。接下来把半个洋葱切丝。把平底锅烧热下油，让油覆盖到整个锅底。先把洋葱放进去炒一下，我们要炒到洋葱变色，然后把高汤倒进去，让洋葱煮30秒。我看了很多教程都是直接放洋葱去煮，但请相信我，先炒一下会更香。这时候就可以把切好的猪排放进来，然后把刚刚剩下的蛋液倒上去。这里记住，蛋液先倒一半就行。盖上盖子煮40秒，煮到它凝固。出锅之前，我们再把剩余的蛋液淋上去，这样就会呈现2个不一样的口感，非常好吃。我们把它全部叠到饭上面就可以。好吧，广结不保，你们当作没看到就可以。最后再叠上一点做作的紫菜丝。为什么是紫菜？因为今天没有葱花。好了，一道非常诱人的猪排饭就完成了。你看它滑嫩嫩、金闪闪，就像冬日小暖阳。酥脆外皮加点绿，味道肯定很有趣。这老婆还没有睡醒，夹一块给你们尝一尝。猪排经过2次烹饪之后，呈现的是2种口感，下面那一层软掉了，但吸满了汤汁的美味，上面一层还能保持酥脆的口感。外表再沾一点蛋液和紫菜，一个字形容，非常爽。这个米饭更是精华所在，它把全部汤汁里面咸香甜的滋味交错在一起，附带着鸡蛋软嫩的口感，加上洋葱一点点焦香，真的完美。你们还不赶紧学起来，真的超好吃。好了，不能再吃了，剩下的要留给老婆，否则你们下一期就见不到我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马蹄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可以关注我的频道，顺便点一个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。我们下期再见。